好，今天我还是跟上周一样，在同一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很大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分2集来拍。那今天为什么我还要把这个地方拍完呢？那是因为这个地方除了上个礼拜的故事之外，之前还有一个台湾蛮有名的电影剧组来这个地方做拍摄的时候，他们也有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要把剩下的这些部分把它补足，把它拍完，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地方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，有着什么样的过去呢？当然，当时我有去访问过这个电影的导演。那这个电影的导演呢，他当时是没有跟我提到这边，可是问题是我在网络上找，他确实有提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我非常的好奇，我决定要把它拍摄完成，看看到底他们碰到的，我有没有机会会碰到。好，那就接下来一边走，我再让大家看看上个礼拜剩下的部分吧。这里就是上个礼拜有拍过的地方嘛。那个时候在拍摄，我并没有拍1楼跟传说中的3楼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为什么我要去3楼呢？我上个礼拜拍2楼还不够吗？那是因为3楼据说有一个电影剧组在这边碰到了一些怪事情。那个到底是什么啊？补给站吗？不知道，因为这里很多人在玩那个 war game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哦，古风的。就这地方好可惜，好浪费。对，这个董事长办公室吧。然后我必须说啦，真的很可惜。我在查这边的资料的时候，或者在这边确定一些资料的时候，我很希望他真的曾经是有临时放过大体的贵宾室，但实际上他并没有。假如有的话，哇，那这边的故事就精彩了。可是问题是没有。这边是柜台，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啊！天哪，都是粉尘。这边是服务台，然后呢，小弟之前在这边的工作，在这附近的工作也是服务台。那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结识了非常多人。然后据说电影剧组那时候来的时候，有在这边发现一张符。当下导演还说：“哇，这道具组准备得很好。”可是实际上，现在好像没有看到。会不会之前有一些老师曾经有来过这个地方做处理呢？不知道。那这边的2楼其实已经去看过了哈。当然了，我也希望它恐怖一点的，可是它实际上就真的只有这个样子。服务台，然后呢？刚刚其实在拍摄的时候，也有一些人跑过来这边玩躲猫猫，所以说我中间其实停了蛮久的。它的格局跟2楼是一模一样的。
这。好，1楼还有什么吗？这边又有一个楼梯，管理室都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哈。最后一间，哦，这个也是古风室啊。那这边呢？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了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要到电影剧组他们在这边碰到事情的3楼上面看看。这个当初，其实我必须说哈，我看到这个。我会想到的是，我们的之前的机场，就很像啊。然后这里要放一些，对，好，那。剧组他们来这里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，这个地方又有着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呢？其实上周我有稍微提到，这里很多的故事都是建立在临时的停尸间上面。那这个临时的停尸间上面发生了这些事情，大家就会以讹传讹，甚至周边的住户也会说这个地方其实还蛮阴森的，晚上最好都不要来，也会告诫当地的一些小朋友或年轻人。好，那这里为什么要拍呢？是因为你在网络上找，你会找到一个电影，他们曾经有来这个地方取过景，而且是恐怖片。他们来这个地方取景的时候，他们也有碰到一些事情。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对外公布的是说，有在这个地方听到狗吹锣。那听到狗吹锣了之后呢，又有感觉风突然变得很强，发生了这2件事情，他们就觉得有点诡异。那其实以玄学角度来讲，他们在拍摄这些东西，好兄弟本来就会很好奇的靠过来。好，那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，这个地方也变得蛮有名的，所以说蛮多人来探险。当然有一些人有碰到事情，有一些人就是没有碰到事情，甚至在这爬上爬下玩躲猫猫等等之类的。那我那个朋友有说，他其实来到顶楼倒是觉得还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这个地方其实阳光都照得进来，所以说他的压迫感没有2楼来的那么大。但是他说夜晚的话，他就不清楚了。那剧组在这边碰到这些事情，那后面有没有人来这边碰到一些事情呢？其实也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这早期还没有废弃的时候，确实有些小朋友会跑进来。那他们会跑到这个地方来，吹免费冷气，玩电脑。当然也有小朋友在这边听说是耍丢，但是是不是在3楼耍丢的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既然电影剧组在这个地方有发生这样的情况，那我还是来用机器问问看，看看到底他们碰到的，他们所碰到那样的情况，会不会真的就是好兄弟的影响？好，那就接下来把3集看完，用器材再来做个问与答吧。他们在这边碰到的事情，其实我必须跟大家讲，他们所碰到的事情或许都还可以解释啊。对，因为其实你有时候来这种地方，确实好兄弟一多，压迫感确实是会蛮大的，这一点我必须承认。那狗吹锣呢，也确实啊，有可能是好兄弟靠了过来这个样子。
哇，楼上。好，那到了3楼了，我必须很遗憾的跟我们非会员的朋友们说，你们今天能看到的地方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是会员才能收看的部分了，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。